大家好，前幾天發布關於天堂經典版的影片之後啊，我看了底下的留言，真的是蠻精彩的。這款承載了我們20幾年的回憶老遊戲啊，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呢，那個討論熱度真的是都還蠻高的。昨天我們聊到網咖活動的爭議，還有事前預約獎勵的問題，但我發現大家心裡的疑惑好像越來越多了，甚至開始有燒起來的味道哦。特別就是有2點吵得最兇的，第一就是那個事前預約送的裝備，到底是有祝福還是普通的？這兩者差別到底大不大？第二個就是網咖活動，為什麼韓國的內容跟台灣的內容是不一樣的呢？是否台灣的內容是變相的 VIP？ 今天這支影片我想花點時間跟大家聊聊。首先我們先來聊聊那個大家吵翻天的祝福裝備。昨天影片發布後，我看留言區分成2派啊，有一派跟我一樣是有所堅持，覺得祝福裝備肯定是有差，打怪可能比較痛，因為這個在網絡上的測試文章也給出了結論，對吧？但有趣的是，昨天有一位自稱是曾經的內部員工，他說祝福裝備就是單純的圖片會發光而已，跟一般的裝備其實在數值上沒有任何的差別。這下是不是尷尬了？因為這不就變成了想翔的羅生門了嗎？這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啊，因為我也待過遊戲公司，也跟一些原廠打過交道。老實說，這種隱藏數值的問題，就算你直接去問原廠，他們通常也是兩手一攤。因為即便內部數據真的有差，或者是真的沒差，原廠的標準 SOP 永遠答案都是只有一句話：請玩家自行體驗。這句話肯定大家都有玩過韓國遊戲的，一定都聽過。是不是很耳熟？每次問客服這種刁鑽的問題，得到的答案都是這樣。這其實就是遊戲公司的一種話術啦。為什麼他不告訴你呢？第一是保持神秘感，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讓玩家彼此去討論。遊戲公司就是要讓100萬測試玩家自己去討論、去測試，這本身就是一種熱度。如果官方直接公布祝福效果沒差，那論壇上大概會少一些討論的熱度，這個對維持遊戲熱度來說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對於祝福裝備，我這邊的結論是呢，這個就跟信仰問題，信者恆信，不信者則不信。如果你覺得那道光會讓你心靈加成，覺得刀刀暴擊，那它就是有用的。如果你覺得那個只是智商稅，它那發光的效果就像熒光棒一樣，那我們只能等開服後，看有沒有神人玩家做幾萬次的揮刀測試才能見真章了。但他也要送的裝備是祝福的，才有辦法做測試啊。好的，我們現在先把祝福裝備的效果放一邊，我們來講講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誠信的問題。網絡那些抖音幹片劇情裡面常常有做生意的橋段，肯定都會講到做生意講的就是誠信啊。所以事前預約獎勵到底有沒有給祝福裝備？我特地去翻了韓國那邊的新聞稿，也查了韓國官網的活動公告，結果韓國原廠給出的所有新聞稿內容完全沒有提到祝福的2個字，這個就很有意思了。既然韓版的沒有寫，那為什麼台版的宣傳文案都會出現祝福裝備嘞？這邊我們可以大膽推測一下，這大概是台灣 NC 這邊營運或者是行銷團隊出了錯誤。這種情況在遊戲業其實不罕見，很有可能是營運人員或者是行銷人員在取得韓國文案的時候，直接將內容翻譯完畢，沒有再跟韓國原廠進行內容的確認，就直接將這個新聞稿發出去了。因為我曾經也是在韓國遊戲公司工作的嘛，基本上主導方都還是韓國原廠。其實就通常現在直營的公司都會以韓國為主啦，所以韓國給的文案呢，收到韓國文案之後，就會透過公司的翻譯小組，請他們翻譯完畢之後，給營運人員或者是行銷人員進行內容的確認，將部分的詞句進行潤飾，而且做在地化的調整。調整完畢後，都會把比較重要的活動規則啊，或者是想獎勵內容，給原廠進行最後的確認。因為雙方是不同的語言，很有可能在翻譯的過程中有些詞彙有分歧，所以都會再次做最後的確認。等到確認無誤之後，才會將公告或者是新聞稿發出去。
所以我才會認為這個祝福武器的問題是官方營運上與行銷上的錯誤導致的。但是也很有可能，韓國給出的新聞稿在最原本的原稿中就是有祝福武器的這個字樣出現，但是韓國可能自己調整了，忘記同步給台灣這邊，所以台灣這邊直接將新聞稿送出去，就變成台灣這邊的新聞稿有祝福武器、祝福裝備，然後韓國那邊的卻沒有，就會變成這種情況。不過最後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這種錯誤呢，就是官方的錯誤。不過呢，我推測他們現在大概會有幾種處理方式啦。第一種就是發個公告道歉，說事前預約的獎勵會依照活動頁面最終顯示的為主。第二種呢，就是如果這個問題一樣是爭議不斷，台灣這邊的很有可能會跟原廠進行討論，最後調整成不管是韓國還是台灣這邊都贈送祝福裝備。但這種可能非常的小，因為韓國他們並沒有這種問題，所以我覺得第二種應該是不太可能會進行的。第三種方法呢，就是選擇直接裝死，撐到開服讓玩家領獎勵，到時候領到沒祝福的玩家也只能摸摸鼻子認了。但我自己是覺得啦，既然是經典版主打就是懷舊情懷嘛，如果連這點小錯誤都不願意發個公告道歉，那真的會讓人覺得很沒誠意啊。哪怕只說一句不好意思，我們寫錯了，至少都比較得體一點。接着來聊聊這次爭議最大的變相 VIP 網咖活動。大家知道韓國的網咖文化跟台灣現在的情況已經很不一樣了。我查了一下韓國活動公告，他們的第4點清清楚楚寫的，你必須親自到合作的網咖登錄才能獲得優惠。這個真的是你要走出家門。但是反觀台灣啊，大家都知道，現在連鎖網咖越來越少，要在北中南找到都有據點，並且還要合作的網咖，能夠合作的，簡直比打到寶還要難啊！所以台灣 NC 大概也知道這點，他們想破頭，可能是真的不得已了，才搞出一個沙漏這個東西，讓台灣的網咖活動變成台灣特別版。也就是說，你不用去網咖，你只要花錢買這個沙漏，你在家就能享受到網咖的福利。這個聽起來好像很方便，但就跟我昨天講的一樣，就是會演變成 VIP 的制度。原本網咖獎勵是為了推廣線下社群嘛，現在變成了你只要肯花錢，你就可以比別人升級得快，寶物打得比別人家多。另外，韓版那邊還有特別的網咖活動資訊。在韓國，如果你去合作的網咖玩經典版，除了有依時間獲得的畢克斯羽毛優惠之外，他們還會給你一個 QR code， 掃描之後你可以拿到2級加速選擇箱跟20個畢克斯的羽毛。這個2級加速的箱子呢，它就是給勇敢藥水啊、精靈餅乾這種2段加速的道具。好了，聊完裝備跟網咖活動，最後才是重點想聊的部分啊。官方的心理戰，為什麼天堂經典版在上市前要搞這麼多秀下限的操作呢？像是通行證啊，跟定期包月的消費，講白了，其實他們就是在做一場用戶的篩選行動。他們在測試玩家的底線到底在哪裡。畢竟我也是營運人員嘛，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現實的營運手法。首先，包月650元，這個很簡單，他們就先篩掉一些只想玩免費的玩家。接着，付費通行證是在篩選出願意額外付費的潛力股，但是這個付費通行證在韓國被罵得很慘，所以官方覺得不可行，直接刪除了。官方會一步一步做這些測試，主要就是官方很清楚，他們不想要伺服器裡面擠滿了只會抱怨又不花錢只來陪打的懷舊玩家，比起1萬個低消費的懷舊玩家，他們更想要留住那個100個不管官方怎麼改，只要能比別人強，我就花錢的重氪金大佬。這些重氪金玩家，雖然他們不常在論壇上發文罵官方，聲量可能比較小，但他們也是粘着度極高啊。只要遊戲環境能讓他們展現優勢，比如網咖道具沙漏能衝等比別人快，他們就會買單。這些人才是官方眼中的適配玩家。官方透過這一連串的壓力測試，就是在把那些對價格敏感、對公平性要求極高的玩家慢慢篩選掉，
或者是強迫你們妥協的手法。這個就是一場心理博弈，只要大部分玩家沒有反彈，官方就會認為這個策略是可行的。現在看來，商城系統大家似乎都已經默默的慢慢接受了。雖然也有部分的玩家不接受商城啊，不過在遊戲公司來看，他們不是做慈善事業的嘛，他們是要賺錢的。但我們這些願意遊玩的玩家，其實也是跟官方在賭啊。我們在賭，你出商城可以，但商品不要太誇張，不要有破壞遊戲平衡啊，讓我們覺得會玩不下去。只要吃相不要太難看，大家通常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啊。等到哪天官方真的越線了，真的做得太過分了，我們大不了就是退坑不玩嘛，花錢當買一個回憶啊。也就是說，官方賺到了你的錢，你賺到了懷舊的情懷，某個程度上也算一種雙贏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對於官方這種底線測試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